蘸清水调墨。哎，我们就用了一点点的重墨啊，就倒了一点的重墨，不用很多。哎，调一下。我们每天呀都是先讲这个调墨，很关键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把墨调好。哎，稍微调好，然后用这个赤壁的纸，哎，把我们的多余的水分稍微的吸一下。我们先画前面的最近的。先是画我们右下角近景的一块山石，中锋用笔，线条一定要有变化，稍微有一点变化。哎，我们要边勾边皴，调墨，把我们这个第一笔调的墨啊用完，我们再重新调墨。这是我们近景的一块大一点的山石。看我们这个毛笔啊，到这时候它这个比较散，我们就可以给皴那个山石的部分。皴的山石，我们要侧锋皴一下山石。这种毛笔啊是尖毫的啊，尖毫的，狼毫的也可以。我们画山石的时候，狼毫的也可以，最好是用尖毫的是最好。我们染色的时候啊，可以用那个羊毫的，或者是尖毫的都可以。我们把近处的山石勾出来，稍微的有一点淡墨，让它山石呢有个对比，对吧？这是湿的部分，这是干的部分，就是干湿的墨的变化。我们在这一块整个山石上就能体现。哎，这是我们这个近景的一块山石，我们重新把毛笔清洗一下，稍微清洗一下，在我们这个石壁纸上把水分稍微的吸一下，然后重新调墨，重新调墨。我们这近景的部分要有这个处理两棵树啊。
先处理我们近景的。我们画树的时候啊，树分4枝，所以呢，画树的时候先画前面的，用笔呢稍微要干一点，也要稍微的松一点。先画左边的啊，先把左边的这个结构线勾出来。我们不要一下画下来啊，稍微的有个停顿。再画下面的。要画树的时候，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去画。这就是看我们树干画的时候啊，我们线条也是有变化的啊，也是有转折的，有提摁的，线条有细的，有粗的啊，都要有个转折的变化。树干勾结束以后，我们可以勾一些小的树枝。我们讲啊，这是一种向上的树枝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鹿角枝，和我们那个鹿的角一样啊，头上长的鹿角是一样的那种形状。这样完成树干以后，我们可以点叶。点叶的时候啊，稍微的水分稍微的多一点。我们画树干的时候啊，用的这个墨呀，用的笔呀，稍微的干一点。但是我们点叶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稍微的水分多一点，稍微多一点。我们要从最树尖的部分啊，树梢的部分，我们开始点。用笔呢，稍微的侧锋一点啊，稍微侧一点。画这种大的大混点。稍微的再水分多一点。稍微多一点。让那墨在这个点印的时候，墨色要有一个浓淡的变化。就是我们树尖的部分，墨是淡的。越往下边靠近树根的部分，叶子呢就稍微的，让它墨色淡一点。稍微的淡一点。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棵树。我们画第2棵树的时候，一定要和第1棵树有个区分。还是我们调大墨，调好以后，第2棵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树要是说向左，我们稍微的有个变化。稍微有个变化。
用笔呢还是稍微的用笔用墨稍微干一点，稍微干一点，也是先画左边的结构线，再画右边的结构线。稍微的这个把树干稍微皴一下。这个画叶子的时候，就要和前面的叶子要区分开，用另一种点印的方法。我们可以调好墨，清水调墨，把多余的墨调好，然后把这个毛笔在这个盘子的边沿部分，我们让它压扁。压扁以后看一下我们的毛笔这个笔尖的部分，我们就成了这种形状的，稍微扁一点，这种形状。我们画第二棵树也是从上面的树梢的部分，我们要画树梢的部分。这种点印呢，是和前面的是不一样的。稍微的让它散一点，就是看我们那个笔尖的部分，它是叉，就是有分叉。让它散锋去画，散锋去画。这是第二课，然后我们要根据这个画面这个下面还要有一组山石，让它树长在石头上。也是在这个前面山石，让它接起来，和这个后面的山石要衔接起来。中锋用笔，侧锋皴擦。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边勾边擦呢？是因为让它这个墨色和线条墨色它能融到一起。这墨色看它线条和我们皴擦的墨能融在一起。要注意这个树根的位置我们要把结构线山石的结构线和它穿插起来，感觉这个树就是长在这个山石上。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这山石部分。我们靠近水面的时候这个山石不要画的齐了，要有这个就参差不齐的变化。
有个变化。然后我们可以后边再加一组，再加一组稍微高一点的山石。我们画山水的时候啊，要造势，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小品，要表现什么样的意境。我们画的时候啊，心里一定要想到。只是看，这是山石，靠近那个第一组的部分，然后第二组部分，然后这是山石凹进去的。凹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，墨呢稍微要淡一点，要虚一点，对吧？这样一看，这山石就凹进去。看我们用的时候啊，这个墨色也是随着那个笔中的那个墨越来越大，我们就往后面处理后面的山石。下面我是画了一个小溪，小溪的时候啊，这也是一块墨色比较重的，稍微的我们调的时候，稍微的，我家，太厉害了，哎呀，好的，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嗯。稍微挪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嗯嗯，太厉害了，小猫太厉害了。下来，过来来。这些小猫啊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调好墨。我们因为这一部分啊是一个小河小溪的部分，我们那个左面呢也要出了一块山石，稍微的看我们稍微出一个稍微大的石块就可以啊。你稍微的，结构啊，这个结构不用太多，一个小的山石。一个小的山石，因为呢，我们前面讲的基础课里边讲那个小桥啊，这个怎样架设，就因为嘛，这个是比较小的桥，其实小的河溪流，我们要架桥的时候不要架的很大，架稍微窄一点的啊，小桥就可以。
稍微画一个小一点的山石，小的碎石，这可以了。我们可以处理这个上面有几棵小的树，我们稍微的，调一下墨。我们每次都强调这个调墨。我们画这个现代山水画，就是以水墨，也叫水墨山水画。这个墨呢，在这个我们山水画中，占比较重的位置。所以说，每次我都强调要调墨，怎样调，墨色怎样去区分。调一下，然后多余的水分我们吸出去。看我们画山水画的时候这个树木是很重要的，也是这个树是这个山水画的这个毛发。有了这个树木以后，山石感觉就是说有生气。也是用线的时候，用墨的时候，稍微的干一点。看我们刚才留的位置我们要把树长在这个位置。长几个树枝，然后可以点叶。我们这幅小品主要是以点叶为主的，各种点叶的这个方法都是不同的都是不同的。仔细看一下我们这是前面2棵树的点的叶子就不同，然后这是第3棵树的时候，叶子又有变化，又有了变化。这样呢，感觉画面就丰富许多，因为树的不同，然后空间的距离也就不同。这是一棵，对吧？这又和前面的2棵树这个点叶的又是不一样的。后边我们再掩映一个不同的树。稍微的有点变化，稍微有点变化。这棵树呢，我们点叶子也要有区别，也要有点区别，可以轻轻的。前面的蜜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，这棵树呢稍微点的叶子稍微少一点，稍微少一点。这2棵树的我们也区分开前后关系，我们也交代清楚了。稍微的调墨。
这是两颗，这是两颗，我们稍微要想它破，因为是这两个都是平均的啊，这两颗，这两个太平均了。哎，我们要再加一棵树，打破这种平均的。哎，稍微的加一颗，这两颗是这个哎齐的，我们稍微画一棵高一点的，不同的树，哎，破一下这种。哎，稍微的过来，破一下这棵树。我们勾树的时候也是啊，这个距离也分着是三颗一组，两颗一组这样的啊。这个可以用啊稍微大一点的，看稍微大一点的这种点叶，和前面的小的碎点又不一样，又不一样。这是30×50的一种生鲜卡纸，我现在画的啊，这是这种尺寸的。稍微的，这是3颗。现在我们这是小溪啊，小溪流的位置啊，稍微的调一些，淡墨，特别淡的啊，特别淡的墨，我们要画后面稍微的加一颗，然后加一棵小的树，比较淡的树。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前面的树稍微重一点，我们要用特别淡的墨呢，再画后面的树，让它有这种透视感，就是前面的树能透过去，能看到后边的树，这样我们的画面的纵深感也就表现出来了。稍微的特别淡的啊，稍微淡一点的横点，哎，横点。横点的。看，我们虽然都是这几棵树都是点叶的树啊，但是点的形状不同。可以用这个小楷的，我们要画一下我们这下面那个小溪流上面一个小的板桥啊，木质的板桥。稍微画一点，也是啊，用这种小的啊，勾线的这种小楷的勾线的笔就可以。
也是啊，稍微调的墨，要淡一点，然后呢，线条要干一点，稍微干一点。先把这个水分吸出去，吸出去。啊，我们要画这个小的那个板桥，先画侧面的一个结构。啊，我们用线的时候啊，要有中锋，然后呢中锋，然后用笔啊稍微的干一点，先把这个桥的侧面画出来，然后再画上面的部分。这个桥面的部分就可以，然后再画下面。我们这个桥的支柱也是啊，中锋，墨稍微略干，然后先画，也是先画这个方向的立柱，然后再画侧面的啊，先画竖的啊，再画横的这种支撑的，这就是我们那个小桥啊，就是小河呀、小溪流上面加的一种小的板桥。我们虽然画的是小品啊，但是这个空间处理的很大，就是说，这个小桥我们怎么上的小桥呢？哎，就是说我们看不见的部分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象的部分。咱们因为经常讲的中国画是画外有画，是不是？外面还有更多的一些延伸的一个场景啊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遐想的空间。朋友们，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别忘了点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啊！这样我们在哪个时间段开播，您都会收到一个开播提醒的。上午7点半，我们的王淑华老师的花鸟直播；下午3点半，王伟成老师的山水直播。点上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，我们什么时候开播都有开播的一个提醒和推送。看我们小桥上来过来了以后，我们要干什么？这一块我们要有住的地方，或者访友啊，或者回家呀，我们要把这出了一个这个一组建筑，点景的建筑。稍微的掩映在这个树的后面啊。我们画建筑的时候也是要在山手中啊，画建筑的时候也是啊，都是稍微的藏一些，稍微的藏一些。用笔也是啊，中锋淡墨，看啊，特别淡的墨啊，特别淡的墨，不要勾得太重啊，那墨线不要勾得太重。你稍微的吸一下水分啊，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水分我们吸出去，然后先勾这个房脊的部分啊，稍微勾一下房脊的部分。先勾房脊，再勾侧面的结构线，下面的房檐的位置。
稍微的可以随意一点啊，可以随意一点，用笔啊，哎，稍微轻松点，稍微轻松一点。然后两边的山墙开始啊，结构刚画完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安门，先安门的位置，对吧？先安门的位置，然后再安一个窗户，安个窗户，这就是一个这个房屋。然后侧面再开一个窗户，这就是前面的啊，前面的一个房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画一个房屋有点单调的话，我们再加一组，再加一个，先画一个侧面的山墙，让它藏在这个树的后面。就好了。这是两组的房子建筑点镜。然后这个房子小桥都完成了，我们可以安排什么呢？安排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建在什么位置，怎么样处理？来看一下啊，也是我们调好墨，不要太重的啊，也是不要太重的，调好，然后稍微的吸一下多余的水分。我们要把这个建筑呢安排在一个小的山坡上。怎么安排啊？先画上面的平面啊，这个山坡的平面，我们先处理出来。山坡的平面，再就是我们的山石的，就是立面的部分。因为是这个树，就是掩映下，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啊，这个位置要留出来，然后再画下面山坡，接近水的位置啊，接近水的位置，也是啊，稍微用点侧锋，下面的山石不要就是那个靠近水的部分啊，不要画的特别齐，一定要有个变化，参差不齐的变化啊，一个参差不齐的变化。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要留出我们上山的这个山路。我们从那个左边的位置过来，上小桥，沿小桥，我们上山上的房屋里边。不会的啊，房子没有在水中啊。我们现在左边这处理的是一个小溪流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是一个山的平台，我们要把那个房子安在平台的位置。看这就是我们这山坡的位置。
然后稍微的勾一下，用中锋、大墨，哎，稍微勾一下，哎，这是上山的啊，上山的小山路。小的山路，哎，这有我们可以回家的，或者访友啊，回家可以处理一些小溪流的小山石，哎，稍微的点一下就可以。我们那个后面山石的后面，房子的后面，哎，比较空啊，比较空，你怎么办呢？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、灌木之类的啊。可以加一些小的灌木，先调墨啊，先调好墨，调好墨，然后用这个湿笔纸啊，稍微的吸一下水分，稍微吸一下水分，可以画一些单钩的啊，因为是在那个房子的后面，这个景啊，我们处理的比较远一点，就可以用单钩的，再勾一些小的树木，就不用上前面那个啊，我们这个近景的这个双钩不用，可以用单钩。哎，我们处理一些小的树木，看我们现在画的点，又和前面的点页数又不一样啊，又有变化，又多一个变化。哎，这是一种啊。看我们空的位置，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呢，是我们这个小品主要表现的一个情景，所以说我们要用各种的那个树啊，把它衬托出来。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画的这种树，这种横的一种点叶树，横的一种点叶树，用墨稍微的湿一点、淡一点，让人感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。哎，稍微朦朦胧胧的感觉。看还要稍微的穿插一些，可以用大的啊，大一点的墨点去点一下，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我们这个两个点景的建筑啊，就比较明显。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这实的东西啊，都在这个左下角的位置。我们要有虚的东西呢，我们要处理到右边后面的位置。
让它有个虚实的对比。稍微的调一点淡的墨啊，稍微调一点淡的墨。看，调特别淡的啊，我们要画远处的这种雾蒙蒙的树，怎样去画，怎样去表现？看着啊，先调特别淡的墨，稍微的点一下，用侧锋看，拔毛笔啊，拔毛笔前面的部分我们要压扁它，然后侧锋稍微的皴一下，稍微的皴一下，给人感觉不？这是远处的丛林，雾蒙蒙的丛林。这是在河边的，就水边的雾蒙蒙的一丛丛林。哎，稍微的墨虚虚的啊，淡淡的去皴一下，对吧？给人感觉这是远处是有远山啊。我们刚才要一个画完前面，我们要后边要处理，这是远山，淡淡的远山。远处呢是小河流过来，哎，刚才流到的我们居住这个小山村，哎，再流过来，这交代一下水的走势啊，稍微交代一下水的走势。稍微的用淡墨，轻轻的表现这个树木的形状啊，稍微的加一点淡墨，感觉这个树啊是时隐时现的啊。哎，稍微的调一点墨，这看特别白啊，流的白特别多，我们可以加一点哎水中的小的滩石，就是沙面就是河滩边的哎小的石头，我们不用勾啊，不用去勾，直接用哎墨稍微的看点一下，这就代表哎，就是我们河滩上沙滩上的哎小的石块，一点小的石块。这就可以点一些小的石块。那我们这可以稍微的都处理一下，这样感觉就是这个水面啊就不那么单调，哎，稍微的感觉就丰富了。哎，小溪流中呢，我们也要稍微的有一点，不要多，有2块哎就可以。
注意啊，有大有小，有大的有小的，不要说画的这个点的墨块都一边大啊，要有大有小，有个变化。稍微的，哎，这样整体的啊，我们左边、右边啊，右边是我们这个画比较实的部分啊，我们左边呢是我们这画面比较虚的部分，这样就是说有个虚实的对比。稍微的，我们画一下远山，远山呢可以直接用淡墨啊，淡墨晕染出远山。稍微晕染一下远山。远山的时候啊，我们用笔啊稍微的湿一点，哎，特别淡的墨啊，不要太重，也是特别淡的墨，要把远山那种雾蒙蒙、水汽淋漓的感觉啊，我们要表现出来。来，来。好的，啊，我们要在这个远山的位置啊，右上角的位置，稍微的动一下啊，哎，远山的位置，稍微的啊，稍微的水分多一点。稍微多一点。画远山的时候啊，不要说我要画的特别明，这个结构特别明显，不用，就是说似显非显是最好。哎，让它雾蒙蒙的、水汽淋漓的这种感觉是最好。就好就可以。对，是。哎，我们下边要用清水，哎，稍微的晕染一下，哎，稍微的晕染一下。看这种水墨淋漓的感觉，对吧？要是说你这个淡墨中含水含的少的话，它不会出这种效果。哎，我们这个左边的部分就不要用淡墨了啊，可以用颜色去染，可以加一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花青，稍微的啊，加一点的花青。染出远山啊，稍微加一点，不要太多，墨不要加的太多啊，稍微的纯的花青也可以，纯的花青也可以，但是我们稍微加一点墨，这个颜色呢出来比较稳。如果是单的啊，单的花青或者是单的太青蓝染的时候啊，它的远山啊比较薄，它没有山的那种厚的那种感觉。
可以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大漠的后面，稍微的，加染一下带颜色的远山。也是啊，我们下面要稍微的晕染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下面的山要虚一点，稍微要虚一点。在后面我们可以用纯的啊，因为是远，稍微加一点多一点的花青，特别淡啊，特别淡的。我们可以看特别特别淡啊，这种颜色，这花青啊，淡的花青，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墨，它不是纯的花青，稍微有一点的墨，我们可以稍微的一个远山。好的，稍微的，我们可以把上面用清水，稍微的让它晕染一下，对吧？看，这就是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三个远山，我们用淡墨画了一层，然后又用花青稍微加一点墨，又染了一次，然后我们用最淡的这种颜色我们又染了，这样一看，这个远山的三个关系、三个层次，我们都交代的非常清楚，对吧？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注意这个远山怎样去处理，怎样去处理。下面我们稍微的啊，要加一下我们下面开始画的这个山势的部分啊，山势的部分。这勾、皴、擦都完成了，下面开始用染的方法。我们开始上这个颜色啊，也是先上赭石，树干的部分啊，我们先上赭石渲染一下所有我们树的部分，双钩树的部分，还有单高树干的部分，我们都要用这个赭石加淡墨啊，赭石加淡墨，稍微的都渲染一下，稍微渲染一下。还有呢，还有这个赭石还有用到什么地方呢？小桥啊，大家看一下小桥的部分，我们也要稍微的用这个赭石加墨这个颜色稍微的渲染一下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还有那个我们的建筑啊，我们的小房子，我们也要用赭石淡墨，稍微的复勾一下啊，沿着我们刚才勾的这个结构线啊，稍微的结构线稍微的勾一下，看，就沿我们结构线，稍微勾一下，稍微勾一下，看这样的颜色呢，韵味比较足。我们窗户、门都用赭石，看稍微的用赭石稍微的复勾一下。
这样就比那个平涂的颜色要好很多。哎，稍微的浮勾一下，看，这样就可以。我们这个上的是小青绿的啊，一个小青绿的颜色。看，我们要把，这是赭石啊，我们要把山脚的部分啊，就山根山脚的部分，我们用赭石稍微的，哎，晕染一下，赭石，哎，加一点淡墨，哎，它不要那么，就是颜色不要那么燥，稍微的，哎，加一点山石，就是我们山石裸露的部分，哎，我们稍微的加点山石。还有我们的山路啊，我们山路也要用赭石稍微的勾一下，哎，稍微的勾一下，哎，稍微勾一下。然后这个别的部分呢，我们要用这个花青、藤黄调一种真绿色啊，稍微调点真绿色。用藤黄啊，这藤黄、花青稍微调一种真绿色。我们然后呢，染到我们哎要上亮的部分啊，我们亮的部分要上这个实力的部分，我们要打一下底色。小青绿和大青绿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稍微的打一下底色，哎，稍微的渲染一下底色。稍微的都染一下啊，我们稍微要上时青时绿的部分，我们也稍微的都染一下。还有的部分，哎，都打一下底色啊，稍微渲染一下底色。我们那个树的部分呢，也是啊，花青。我们经常讲啊，这个树叶的也要有一个变化。我们这个点叶的时候有变化，我们上颜的时候也要有一点的变化。花青、淡墨，花青、淡墨，稍微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可以一边点一边加一些绿色，就是这个石绿，哎，让它颜色上这个发青，这个发一点绿，对吧？发现有个变化，有一点绿。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发一点青色的，后面呢，哎，稍微发一点绿色，它有个变化就可以。然后可以加一点花青色，我们染远处的啊，远处的稍微加一点花青色。越淡的部分啊，我们颜色也要变得淡一点，哎，变得淡一点。稍微的上颜色的时候啊，一个颜色要薄，一个颜色稍微水分要足一点，多一点。老师，我们纸生鲜啊，用的都是生鲜卡纸。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啊，经常说平常练习的时候可以用生鲜，可以练习就可以。
稍微的染一些花青。山石的部分，可以用一点赭石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我们这个远处这个丛林的部分，我们也用花青调的淡墨，稍微的薄薄的，特别薄啊，上一遍。我们画小品呢，就是要的是画面的这种情趣啊，这种笔墨的情趣，不是说我们画大的大幅山水要的是那种气势啊，我们要的是这种情趣。烟雾飘渺，远山雾蒙蒙，这种小桥流水，对吧？我们画小品，要是这种韵味。还是说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要画个大的山水比较费事，画成小品呢比较简单，但是呢这个情绪就是说表达这个个人的情绪。我们打个底色，稍微的亮一下啊。我们如果自己画的时候，在家画的时候啊，可以把那个我们打的底色，整个干了以后啊，我们在这个针绿、赭石，还有我们上花青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再上一遍那个时青时绿。这是实力的颜色啊，我们要染在我们刚才看我们刚才上的这个针绿的部分啊，我们稍微的上一点，上了这个实力的颜色啊。我们要上这个打在底色的上面啊，薄薄的，轻轻的上一点。但是我们下面赭石的部分啊，稍微的留出来，不要全部涂完，稍微的留一点。稍微的轻轻的上一点就可以啊，不要上的太重啊，就薄薄的上一层就可以。看我们那个花青的部分啊，这一块稍微的让它颜色有个变化，稍微的加一点花青，调一点三绿啊，就是用那个三青调一点三绿，不是花青啊，是这个三青。
稍微的加在这个我们刚才这部分啊花青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的渲染一下。因为现在那个画面比较湿啊，感觉颜色有点重，但是它干了以后，它的颜色其实我上的特别淡啊，水分特别足。嗯，大家看一下颜色，这是特别水分特别足的啊，这是生鲜啊，它特别颜色稍微重一点，但是干了以后啊，它的颜色就会往浅一下，走1度或者走2度，是这样的啊。但是我们上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水分要多一点，不要干。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干，水分一定要多，然后要薄，不要一下上特别重的颜色啊，一定要薄薄的上。上完以后干了以后，我们感觉哎颜色不够了，我们可以再上一次，那样不要一下上够，上够了以后我们就没法就是说再调整。这个颜色都是薄薄的一层一层的上，是这样的啊。看干了以后啊，这颜色正好，就是说不像那个湿的时候那么重啊，这种颜色，对吧？稍微的，我们稍微在这个调整一下，就是稍微的加一下。稍微的加一些拍点，醒一下啊，就是把这画面稍微的提一下。